妈咪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我发现做女人真是太爽了，太快乐了。爸妈为了凑个好字，玩命的生儿子，在连生8个女儿后，他们终于迎来了心肝宝贝9弟王耀祖。可这老祖宗刚满18岁就要去萨瓦迪卡变形，他偷了父母钱去萨瓦迪卡，被我告发了。父母温柔劝解他，却把我打了一顿。你个小可爱，小年纪只会告状。后来他没转成功，成为好人后，让我也要做好人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他偷钱那天，这辈子我不管了，爱变不变。王招娣，我就说你们女人挣钱容易吧？你看二姐开个直播搔首弄姿，天天有男人给她送礼物，还有三姐被爸妈送进夜总会的时候还不愿意呢，现在天天坐豪车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多少人羡慕，更别提其他几个姐姐了。在工厂打工都做的轻松活，我也要当个女的，赚钱太容易了。跟你说话呢，你耳聋啊？听到王耀祖的话，我怔住了，临死前的惊恐和痛苦还在我脑海里重现，我竟然重生了。重生到我9弟王耀祖决定变形的那天，我和王耀祖是龙凤胎，所以我才能被允许生下来。王耀祖是我爸妈心头宝，从小到大没受过一丝委屈，就算在外面拿东西洗了人家的车，我爸妈都没责怪过他，而是让我大姐嫁给老光棍，换了彩礼来赔这个钱。区区的远都能被我妈我奶夸真棒，更别提幼儿园带回来的小红花了，都恨不得摆个席。我爹更是在村里挺直了腰板，说自己儿子多聪明，放炮炸车都挑的豪车炸，也跟着其他人一起嘲笑没生儿子的那些家庭。后面王耀祖要上小学了，他们强迫二姐去夜总会工作，发工资就需要钱，最后付了个首付，在城里买了个房子，开始陪伴他读书。他们一直说我命好，要不是因为跟弟弟同卵双胞胎，我都活不下来，更别提能进城读书。我跟王耀祖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上学后我就分到了火箭班，他在普通班，如果不是9年义务教育，我也上不了这个学。爸妈只想让我在家当王耀祖的保姆，看着他那张让人恶心的肥脸，我鄙夷地笑出了声。所以你想做什么？做女人这么爽，我打算去变形。可你有钱吗？你去跟他们几个要钱给我，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只要10万就可以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二姐直播1个月10几万的打赏，让她多给我5万，3届给3万，5届给2万得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执着转型，上辈子他没转成功，那个同事跟他不好了，他才变得好人。我故作为难，姐姐们每个月只给爸妈钱，爸妈都存起来了，他们说过不会再给我们钱了。王耀祖听到钱字，眼睛一亮，爸妈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反正爸妈说过，反正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快要大3了，我就算跟姐姐们要钱，他们也不给，更别提说是要了钱给你了。真搞笑，我看网上说什么女孩子天生会爱人，这世上不能没有女孩子，你们亲姐妹都如此疏离。我低头不语，我们姐妹对这个家庭都只有怨恨，除了基础每个月没人给父母500块钱养老以外，不会再让这个吸血的家庭从他们身上再捞刀一份。如果不是父母把他们告上法庭，这500块他们都拿不到。还不赶紧去做饭，你要饿死你弟呀！我心里的寒冷已经习惯，上辈子就是这样。我被王耀祖打死以后，他们出具了谅解书，说他是失手，最后都没受到法律制裁。在奶奶回家以后，这家里更热闹了，一致在讨伐几个姐姐。王招娣就算考上了北大，咱们也没钱供他读书。现在这规矩太麻烦了，当年还可以卖录取通知书呢，这学校越好卖的越好。要是能换名字就让耀祖去，我儿子要是考上北大，我高低的在村里摆3天3夜的流水席，村里的狗我都得请餐桌。而王耀祖也在打听姐姐们给父母寄了多少钱，爸妈都毫不避讳地跟他说了，加上你4姐的奖学金，有个8万块了，等存个10万，让你几个姐姐凑凑给你买辆 BBA。王耀祖闻言笑成了眯眯眼。王招娣成绩好，他也有奖学金。放心吧，儿子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要是我第一个生的是儿子，他们都活不下来，他们都是沾了你的光才能有好日子过的。谢谢妈妈，妈，我以后一定让你过好日子，不像几个姐姐一样白眼狼。你妈妈都有好日子了，那你奶奶我呢？必须有我奶的好日子啊！我听说现在老年人都喜欢做医美，你看那个姓赵的明星都70多岁了，看着跟30多岁似的，到时候让我奶也变年轻，迷倒18岁的帅哥。我听了这些话只想笑，他们掏心掏肺的对儿子，只祈求儿子给1口吃的，而给女儿1口吃的就要求女儿掏心掏肺。我现在只期待王耀祖去变形，我很好奇他们这么在乎的大儿子大孙子变成闺女了，会是什么反应？爸妈，我明天能跟你们一起出门吗？你要出门干什么？明天是周日，周一就要考试了，难道你不关心我的学习吗？万一我拿不到奖学金呢？还有陈小满约我到图书馆看书，让我帮他辅导几个题，考试的酒店和饭菜他都包了。我妈一听脸色好了起来，陈小满是我的同学，家里开酒店的，非常有钱。我妈一直让我邀请他到家里玩，让王耀祖跟小满多做好人，只是王耀祖是个好人，所以一直拒绝。行，正好明天厂里中午开会，我们都不回来吃饭，你也跟他知道了。耀祖，妈给你转500块钱，明天你自己在家吃饭，我们明天中午不回来吃饭。王耀祖眼睛一亮，明天都不在家，那他正好可以做很多事了。我今天出门，因为今天王耀祖要偷钱，上辈子我在家里温习，意外发现他的动作，只能告诉父母，而今天我不在家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
我拿出私藏的手机在群里发信息，姐，今天有个机会，大家都可以把户口迁出来了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在新城街道派出所见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王耀祖正好美滋滋的出门，他已经拿到钱了，太兴奋根本没关上保险柜。我顾不得那么多，拿起户口本就赶紧出门了。上辈子姐姐们一辈子都被这个户口本困住，她们买房子、出国、读研究生、结婚、生子等等都被拿捏着，不给父母一大笔钱，他们就不给户口本，所以他们才一直被禁锢着。如今我重活一世，已经不想再做那被他们捆住的鸟了。你们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个户口本，等你们有钱买房子了再迁走。招娣把户口本放回去吧，这几天最好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迁出来。我们姐妹几人把户口迁移出来后，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我把户口本放进柜子里，把柜子关上，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。离开家以后，我来到了图书馆，正好遇到了来买书的陈小满。他看到我也非常惊讶。昨晚我约你，你说不想出门，现在又在这里看到你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为什么不想跟我一起开心的看书？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努力？哎呀，大小姐我错了，这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？打车出门的钱都没有，又不想一直花你的钱。每次出门都是他出钱，自己也不好意思。虽然自己辅导他功课，让他从年级前100到年级前10，但是更多的也是他本身的努力，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一直吸他的血。你管我给你花的几分钱叫钱？我家酸奶穿的都是 LV， 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洗发白了，给你买新的你又不要。酸奶是他家金毛的名字，上辈子他就想救我，可我很难自救，不想连累他。我记得我洗了以后，他和几个姐姐找了最精英的律师帮我，想把王耀祖送进去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线下，我确实有一件事要你帮忙。他听到我的话，脸上笑容浓郁。这事交给我了。晚上陈小满开着他的豪车送我回了家。我妈开门，看到他拎着东西，再看看这长得漂亮、家里又有钱的闺女，越看越觉得跟自己儿子很配。可惜今晚儿子不在家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我爸让司机送我们俩去考场。他看向我妈，笑眯眯的道：吴阿姨，我爸给我预留了总统套房，这几天小昭可以跟我住一起吗？他从不叫我招娣，他叫我小昭，是日月昭昭的昭。当然可以了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面试完以后到阿姨家住几天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妈妈看到陈小满一身的名牌衣服，眼睛都亮了。好啊，谢谢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是司机送你来的，还是自己开车来的？我1个月前就成年了，我爸给我送了1辆车，今天拿到驾照了，我自己开车呢。他眼里都是算计。哎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？仿佛没看到他眼中的贪婪，小满笑道：100多万的豪车而已，我爸说这车安全，所以就买了。好啊好啊，真不错啊。招娣你过来，小满已经18岁了，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等你高考完，就约陈小满到咱们家睡几天，知道吗？妈，我睡在杂物间，让他睡哪？我妈眼睛里都是笑意。到时候让他跟你弟弟睡。我震惊了，真的震惊了。我知道他很无耻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无耻。你也不想我家一直这么穷吧？你几个姐姐都没良心，都是不跟我亲的白眼狼。你可是我亲力亲为带大的，你也不想以后嫁给老公公换彩礼吧？我故作惊恐，脚趾母却扣紧。我真的好恨他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女儿吗？所以我从来没享受过一天的母爱。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奶水就算充足，也只喂弟弟。是姐姐们给我画米糊糊吃，弟弟嘴刁，喝了母乳还要喝奶粉，而我是喝弟弟没喝完的奶粉活下来的。而此刻，他说他亲力亲为带大我。你这朋友家里有钱啊？你看他一个赔钱货，他爹都给他买100多万的车，而且他家就他一个闺女，以后你弟弟成了她老公，他家里的一切不都是你弟弟的了？到时候你弟弟继承大酒店，咱们家还需要用你换彩礼吗？所以考完试你就让他到咱们家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咱娘俩的贴心话，你别告诉其他人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。他从温柔变成了威胁，于是我赶紧答应。对了，你让他少花点钱，我看他做的指甲都得好几百吧，浪费那钱做什么？揪那指甲，到时候给你弟弟搓澡都麻烦，更别提给你弟弟做饭洗衣服了。我对这个女人的无耻已经深感无力了，就连小满这个上市大佬的女儿，嫁给我弟都得做家务，还要给他那只肥猪搓澡，真可笑。这时我奶奶也过来凑热闹。王招娣，你一个赔钱货，你以后别浪费水，每次洗澡都洗5分钟，你是在搓猪皮吗？没给家里挣1分钱，天天浪费。奶，我弟也没挣钱，你怎么不说他？他是我陈家宝贝疙瘩，你算什么？骂完我奶奶转身去浴室洗澡，不一会踩到肥皂摔倒在了浴室，脸色苍白，已经快死了似的。爸妈慌慌张张的将他送去了医院。我嘴角微扬，我奶奶不习惯用沐浴露，肥皂有好几块，我故意在皂盒里放了2块香皂，她拿的时候另外1块会随之掉下来，地上被我涂上了沐浴露，她过去捡的时候必定会滑倒。我看着这个家，把东西收拾了一下，我快要解脱了，就快了。王耀祖并没有回来，他现在已经出国了，毕竟萨瓦迪卡免签，他的护照早就办好了，就等着今天了。
王招娣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奶奶都住院了，你竟然出去玩，还不给我们打电话，你不在家谁照顾你奶奶？我和你爹都要上班，养你还不如养条狗，你这个……婶子，你别骂孩子，有话好好说。在奶奶住院这几天，我顺利地完成了人生重大的考试。二姐给了我钱，让我跟小满去旅游了一番。我爸妈没有给我买手机，自然联系不上我。最后是我爸妈报警找到的我。刚跟小满从三亚飞回来，在机场被他们拦住，他各种难听的话都骂出口。小满脸色愠怒，但是良好的教养让他说不出话。我不会回去了，以后都不会回去了。妈妈闻言更加生气，发疯似的怒骂着：王招娣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连养育你的爹妈都不要了，你奶奶瘫痪了，你弟弟失踪了，你都不关心，你果然是个白眼狼。警察叔叔，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，这官司过段时间就会开庭，以后他报警，能不能不要透露我的行踪？这是我作为公民的个人隐私，我们没了关系，他也没有权利知道我的隐私。警察叔叔果断点头答应，因为他们这段时间也见识到这个婆娘的厉害。就在我跟小满要离开的时候，在机场却偶遇了一个人。王招娣，你是来接我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国？说话的赫然是王耀祖，而且此刻他身边还挽着一个男人的手，看起来特别亲密。他也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会看到我。我妈也看到了这个人。此刻的王耀祖可以说是非常妖媚，361红色的大波浪长发，高挺的鼻子，只是脸还是胖胖的，做的双眼皮还有些微肿。此刻的他还穿着黑色超短裙和黑色丝袜，非常不堪入目。这不会就是你那变形归来的弟弟吧？也太辣眼睛了吧！这副高傲不可一世的模样，肯定就是我那又坏又恶心的弟弟了。妈咪，你也是来接我的吗？认识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赵建刚。妈妈是个泼妇悍妇，此刻却像个无措的小姑娘。她看着眼前的物体和她说的好朋友，这是她那优秀的儿子。对，这不可能，我家的耀祖可不是这个不男不女的怪物，甚至还带回了一个肥肥的好朋友。妈咪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我发现做女人真是太爽了，太快乐了。妈妈一个没缓过来，直接晕了。我拉着小满赶紧走，免得一会讹上我们。妈妈吴桂枝在医院醒来，医生说她得了尿毒症，需要透析，而且要赶紧找到肾做换肾手术，不然活不过3个月。对于自己得什么病，她都不关心了，她只关心她好好的一个儿子，怎么就成了不男不女的人妖了？王德发，我们没有儿子了。晦气婆娘，你敢诅咒我儿子？我看你是找打！真的，原来这半个月你儿子去变形了。我今天去找王招娣那个小蹄子的时候，在机场遇到了他，他丑不拉几，还穿着超短裙，还说自己谈了好朋友。王德发一听，知道他不会拿儿子说话，他立马就往家里赶。刚回家就发现保险的钱不见了，家里的房产证也不见了。他刚要报警，王耀祖就带着一个朋友走进了家里。我家这房子很好的，要不是家里困难，我也不会抵押。几个人正在写什么，还签了合同。爸，你在家啊？你看我漂亮吗？王德发看了王耀祖模样，差点摔倒，更是差点没晕过去。爸，我发现女人真的挣钱容易，当男人太难了，所以我去变形了。我已经成年了，不用经过你们的允许，这是我自己的人生，你们也管不着。反正以后我也会给你们养老的，放心。整回来！你是给我陈家传宗接代的，你这是要让我陈家断子绝孙啊！爸，你就是老思想，我现在多快乐啊！传宗接代我也还行，你说过我开心就好，做什么事你都支持我。现在我就变个性，你怎么还反对啊？保险柜里的钱去哪里了？你妈妈还等着钱救命呢。你不是说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吗？那点钱我拿去变性了，都还不够呢。我把房子也抵押了，3天以后还不上这钱，他们就来收房子。所以你赶紧去找姐姐们拿钱，明天出成绩，王招娣的奖学金肯定有20万，你到时候拿过来还上，咱们家的房子就保住了。要是你那些女儿都不管你，那我也不管你了。我还有事要出门一趟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王德发打断了他。怕什么？我这么多姐姐，随便让他们谁嫁给老光棍就有钱了。他说完就走了。王德发气得咬牙切齿。这时候奶奶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是耀祖回来了吗？耀祖，奶奶的耀祖啊！王德发都不忍心告诉他真相，他拨通大女儿的电话，是被拉黑了的。二女儿的那头也把他拉黑了，其他的也是。他气得想砸手机。一群赔钱货，白眼狼！我要将你们几个白眼狼全部告上法庭。我们一起站在法庭上的时候，我父母声泪俱下控诉我们不孝，然而我姐姐们都站了出来，列出了证据。每次我弟弟闯祸，他们总想卖一个女儿来保住他的儿子。若不是姐姐们聪明，现在他们都成为物品了。在各种证据下，他们败了。奶奶去世后，妈妈的病情也恶化了，她哭着说要见我最后一面。我去了，不过是去看笑话的。妈妈错了，你们必须来照顾我，我可是你们的亲妈，10月怀胎生下的你们。如果王耀祖愿意捐肾救你，你就还有救，求我也没用，我没钱，肾也不匹配。还有其他肾源，不一定要你弟弟的，你让你姐他们花钱找，一定能找到。但他们都不想见你，更何况给你捐钱。我可是你们的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不是我们的妈妈，你是吸血鬼，你害了我们所有人，
明明我们都是女子，你却视我们如野草，那你就去好好爱你的耀祖宝贝吧，我们也不会爱你。如果我们轻易原谅了你对我们的伤害，那以前以后受的伤都是我们活该，所以我们永不原谅。他怔怔地盯着我离去的背影，而王耀祖再次来到医院，还是不愿意捐肾。吴桂枝听到以后也释然了。是啊，万一他整回来还是咱们的儿子，那是要传宗接代的。我这条命能生出一个儿子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最后妈妈被拉回老家等死，王耀祖也没来看过，直到死也没再见到我们几个。听说他死了，大姐笑出声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我跪着求他，我说我会很努力赚钱的，别让我嫁人。他却把我绑起来，说这是我作为他女儿的命。有一次被打，我逃出来，他把我送了回去，还给了我2巴掌，说是怕他把彩礼钱要回去，那是给耀祖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我没有妈妈了。当然，我那畜生父亲也是该死的人。是啊，他们第一次把我送进夜总会，我逃出来，父亲给我下奶茶，让我跟他厂长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父母了。你们没经历过一群大腹便便的男人挑选你，而你无处可逃，最后只能跳3楼离开。我当时摔断了一条腿，若不是遇见陈姐，或许我已经死了。而这些苦难都是我父母给的。父亲打瞎了我这只眼睛，就因为我想继续读书。我没告诉过你们，其实我的左耳是聋的，被我们的爸爸王德发打的。我记得我13岁那年，王德发因为王耀祖摔了一跤，给了我一脚，直接踢坏了我的子宫。医生说我此生都不会有孩子。这些都是他们送到法庭的证据，现在被他们亲口说了出来。我被打得挂过粪袋，花光所有钱才治好，但是有后遗症，肚子上的疤痕就像蜈蚣一样恐怖。这一刻我已经泣不成声，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样的家庭？我们明明也能拥有美好的一生，不知道算不算幸运了。六妹是被活活溺死在粪桶里的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七妹被送给了傻子家做媳妇，三妹后还有2个妹妹，四妹后还有1对双胞胎。他眼泪横流地说这些话，我们在包厢里低声地哭了起来。我们都不许哭了，以后我们都有美好未来，我们以后都不再受欺负了。大姐说完又哭了，姐妹几个一见也跟着哭了起来，我却笑了。好在我重生了，还能帮姐姐们避免很多灾难。之后的王家就剩王德发和王耀祖了。王耀祖由于变形后一直不回家，得了你们都知道的东西。爸，你不用去检查了，你天天跟着我，你也一样了。王德发天塌了，没想到儿子会如此对待自己。可能王耀祖因为祸害了很多人，最终嘎在了病床上。王德发见状，一口气没缓上来，也跟着走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并没什么太多触动，因为我的眼里有光。